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人都有的脚痛问题，以及一项被忽视的元凶——鞋子。你是不是也有过早上一起床，脚跟一落地就痛得皱眉的经验？许多人以为脚痛是因为走太多、年纪大或扭伤了，但专科医师却指出错了。真正害你脚痛的，往往是你天天在踩的平坦地板，还有那些看似舒服，其实暗藏杀机的鞋子。足踝专科名医朱家宏更直言，你不是脚痛，而是被鞋子害了。这句话听来耸动，却道出了现代人足部健康的最大陷阱。我们的脚每天勤勤恳恳带我们行走，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不良鞋款和生活方式给坑了。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被鞋子耽误的痛苦，足底筋膜炎，看看到底哪些鞋子千万不要长期穿，以及如何每天练一个简单动作来拯救我们饱受折磨的双脚。你知道吗？每10个人就有一个在人生某个阶段会碰上足底筋膜炎的困扰。过去这种足跟痛常见于中年人，但近年来却有年轻化的趋势，连30-40岁甚至20多岁的上班族、跑者都深受其害。足底筋膜炎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足底筋膜是一条呈扇形展开的厚实筋膜，从脚后跟的跟骨一路延伸到前脚掌脚趾的根部。它藏在脚掌里面，介于皮下脂肪垫和深层骨骼肌肉之间，扮演着人体避震器的角色。每一步踩下去，足底筋膜都像船只上的缆绳一样拉紧，支撑足弓并稳定足部骨骼，吸收地面的反作用力。然而，正因为它既坚韧又每天超负荷工作，一旦使用不当或过度拉扯，就很容易产生发炎伤痛。足底筋膜炎是最常见的脚底疼痛原因。有统计指出，因脚底痛就医者中高达90%以上是足底筋膜炎。它的典型表现是久坐久躺后站起来会痛，活动几下稍微缓解，休息一阵再走又痛。许多患者早晨起床时踩地第一步就痛若针刺，走几步后疼痛稍减，但站久了或久坐再起身又痛得他们步步惊心。这种反复发作的刺痛感通常集中在脚跟内侧，也可能延及整个足底。每次发作疼痛指数可高达6到8分，满分10分，严重时连日常走路都成问题。更麻烦的是，约1/3患者双脚都中招。可以想象，双足跟痛让人寸步难行。有患者甚至苦笑说，简直一痛起来举步维艰。这些现象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也让人疑惑，难道我们天生注定人到中年就得忍受脚痛吗？现代人的脚痛其实往往不是因为我们走太多用太凶，反而是走得太少用得太少，导致关键肌肉退化无力，最后反而更容易受伤疼痛。听起来很矛盾，对吧？我们的祖先狩猎采集，一天走上10000步，甚至跑跳追逐猎物，脚掌却少有筋膜发炎的记载。反观今天，许多人上下班通勤，日走不到几千步，却常常脚跟痛、足弓塌。问题出在哪？专家发现，现代生活把我们的脚给宠坏了。平坦坚硬的柏油路、水泥地到处都是，我们出门一定穿着鞋，鞋子则替我们包办了大部分的支撑和避震功能。脚本身的肌群与关节反而很少得到完整锻炼，长此以往，足弓的肌肉韧带就会变得僵硬又脆弱。朱家宏医师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双脚的能力就像一只智慧型手机，本来内建了许多强大的功能，但现代人大多只用到其中一小部分，浪费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还因此衍生出许多文明病。试想，我们的脚由26块骨头、33个关节和超过100条肌腱韧带构成，是身体最复杂精巧的结构之一。健康的双脚能轻松应付崎岖山林、软泥沙滩，灵活的抓地、跳跃、平衡，全靠足部肌群协调合作。但现在呢，我们每天走在又硬又平的人工地面上，双脚活动受限于鞋子的形状和功能。您是否回想不起来，上一次赤脚踩在凸凹不平的草地或沙滩上，让脚趾自由伸展抓地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可能从童年以后就几乎没这样做过，仿佛我们这个物种从来都是被养在水泥地板上的肉鸡，脚趾再也没碰过大自然的地面，常年局限在平地与鞋中的双脚，逐渐忘记如何正确发力，踝关节只会一味朝前朝后摆动。
脚趾头几乎不参与抓地，足弓肌群也闲置无力。朱医师甚至不客气地戏称，你脚趾头都不用的话，不如剁掉算了。当然，这是他逗病人开玩笑的话，但点出许多人脚趾功能严重退化僵硬，不再灵活抓地，自然就更容易扭伤、变形，甚至连穿鞋走路都成问题。当脚的肌肉力量和协调性不足时，我们行走时的正确力线就会跑偏，过多的冲击和负担转嫁到足底筋膜这条缆绳上，时间一久，缆绳不堪重负，就会发炎疼痛。此外，长期穿鞋走硬地板还带来另一个隐患，跟腱、阿基里斯腱和小腿后方筋膜容易紧绷变短，脚后跟终日被鞋子和平地支撑着，足底很少大幅度伸展，久而久之，腓肠肌、跟腱的延展性变差，这就像一根本来有弹性的皮筋变得僵硬。一旦你哪天稍微跑跳或换穿平底鞋，突然需要拉长时，就特别容易把足底筋膜也猛地扯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一脱下高跟鞋，换上平底鞋，反而开始脚跟痛，或是假日突然跑步、爬山之后，足底疼痛难忍，筋膜早已被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坏习惯偷袭，累坏了，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既然说到坏习惯，就不得不点名几个让足踝医师们摇头的大罪魁，也就是那些我们天天在穿，看似平常无害，其实最伤脚的几类鞋子。以下这4款鞋可是足底筋膜炎、扁平足、拇指外翻等问题的高风险帮凶，千万别长时间穿着它们。如果不得不穿，也请适可而止，并做好练脚的功课来补强。第一名当然是众所周知的高跟鞋。许多爱美的女性都曾为了搭配服装或增高气质而天天踩着高跟鞋上班，细细的鞋跟撑起仪态万千。可惜你的足底筋膜可不懂什么是时尚，脚跟被垫高后，全身的重心前移，大半体重都压向前脚掌，脚掌前端承受巨大的压力，足底筋膜被过度绷紧拉长，长期下来怎能不发炎？有研究数据显示，鞋跟高度5公分时，脚掌承受的压力就比平跟鞋高出 57%， 而当鞋跟高度增加到 7.5 公分时，前脚掌压力暴增 76%， 可见跟鞋越高，足底筋膜拉扯越严重。此外，高跟鞋通常鞋头窄，脚趾长时间被挤压变形，不但可能诱发拇指外翻，脚趾没法正常抓地平衡，足弓也更容易失稳，难怪有恨天高、爱脚痛的调侃。一些长期穿高跟鞋的女性，哪怕后来换回平底鞋走路，脚部也常常不自觉踮起，跟腱绷紧，这其实是小腿后肌群短缩的后遗症，反而让平地行走时足底筋膜承担更大的牵拉，疼痛在所难免。是不是听了就想把高跟鞋丢掉呢？其实足科医师也体谅，现实生活中难免有需要穿高跟鞋的场合，一场宴会、一次简报，短时间穿一下高跟鞋问题不大，重点是绝不能长期每天穿、整天穿。朱医师提醒我们要爱穿高跟，也爱护脚跟，能不穿时就让脚休息一下。高跟鞋之余，备一双舒适的平底鞋替换。穿跟鞋当天晚上记得好好按摩、拉伸小腿和足底筋膜，平时则更要勤做足部强化训练，才能弥补高跟鞋对足部的伤害。与高跟鞋相反，另一类看似无害，其实伤脚的是完全平底的鞋。这里指的是真正零跟高、零支撑的鞋子，例如薄底平底鞋、芭蕾平底鞋，甚至常见的人字拖鞋、夹脚拖，也属于极平的鞋底。我们的脚掌并不是平的，而是有着优美的弧度。足弓的存在，靠的是足底筋膜和一系列肌肉韧带拉紧形成弓弦，让脚掌呈拱桥状，以便支撑体重和吸震。如果鞋子完全平坦，没有任何足弓支撑，长时间走路时，足弓会因承重而过度下沉，每一步都过度拉扯足底筋膜。一双薄薄的平底鞋等于让足底筋膜直接面对地面冲击，久走之下，筋膜极易疲劳损伤。不仅如此，平底鞋通常也缺乏足够的避震材料。一般人行走时，脚落地所承受的冲击约为体重的 1.2 到 1.5 倍。若是跑步，冲击力高达体重的2到3倍。好的运动鞋会在鞋跟和鞋垫提供避震减压，但那些单薄的平底鞋，例如薄底帆布鞋，
草鞋、爱美的平底凉鞋几乎没缓冲，等于让脚跟每踩一步都直接硬碰硬敲击地面。一天下来，足底筋膜被震得又累又痛。因此，走远路千万别只穿平底鞋的劝告绝非危言耸听。很多人旅游逛街贪图凉快好搭，穿着平底拖鞋啪啪走，结果逛完一天脚底痛到不行，往往就是因为缺乏支撑和避震，导致足底筋膜发炎了。谁不爱回家立刻踢掉闷鞋，换上轻便的拖鞋？尤其夏天，夹脚拖、人字拖更是很多人从室内穿到户外的凉鞋首选。穿拖鞋感觉很放松，可你可能不知道，长期穿着拖鞋，尤其是前后全平、没有后跟束带的拖鞋，对脚的伤害不输高跟鞋。足部专家甚至警告，拖鞋如果穿不对，严重时可能引发足底筋膜炎，甚至足部劳损、伤口溃烂。为什么呢？原因有几点。首先，大部分夹脚拖鞋底完全平坦，不提供足弓支撑或足跟避震。前面已提到，这将大大增加足底筋膜受力。其次，拖鞋通常没有后跟绑带固定脚掌，走路时鞋子不跟脚，为了不让拖鞋掉落，我们下意识就得靠脚趾用力抓住鞋底。你会发现穿夹脚拖时，走路步态会变得拖拖沓沓，就是因为脚趾头一直在使劲抓鞋，导致步伐不自然。而长期让脚趾处于上翘用力抓地的状态，反而会造成前脚掌直指关节的劳损，时间久了甚至可能形成像鸟爪般变形的爪形趾、畸形。朱医师提到，台湾人爱穿夹脚拖，许多人脚趾关节已经被养成僵硬上翘，一教他们做脚趾往下抓地的动作，他们反而惊讶地做不来，甚至抽筋。这说明我们的脚趾长期只习惯翘起，完全丧失了原始的下抓能力。而夹脚拖正是让脚趾过度上翘的元凶之一。拖鞋的危机还不止如此，当我们穿着松垮的拖鞋走路时，由于缺乏包覆支撑，脚在鞋里晃来晃去，我们的步态也变得散漫且缺乏脚踝稳定性，一不小心踩个空，脚很容易扭伤。更有甚者，有些人喜欢买大1号的拖鞋或室内便鞋，觉得宽松舒服，但鞋子过大没有支撑，走路时前脚掌需要更用力黏住鞋底，足底筋膜所受的拉扯也更严重。因此在家经常穿着软趴趴的拖鞋、厚厚的室内鞋，其实等于让你的足底肌肉整天偷懒，筋膜整天受累。如果家中地板很硬，又不穿鞋，赤脚长时间行走对足底也是挑战。但穿着没有支撑的拖鞋在硬地上走，其实和赤脚踩硬地几乎一样，甚至更糟。因为拖鞋让你的走路姿势更糟糕，所以医师建议在室内长时间行走站立时，不要总是拖鞋不离脚，可以准备一双有足弓支撑的室内专用拖鞋或凉鞋，或干脆赤脚在软垫上活动一下筋骨，但千万别让拖鞋成为你脚痛的慢性毒药。最后一类隐藏凶手是许多人以为对脚很好的所谓厚底鞋、气垫鞋，例如最近流行的增高厚底休闲鞋、厚重的老爹鞋、超厚的运动气垫鞋等等。这类鞋通常有着很厚实的鞋底，看起来弹性十足，能吸收冲击，按踩上去也觉得软绵绵很舒服。但事实上，过厚过软的鞋底反而可能让双脚变懒变笨。怎么说呢？首先，鞋底越厚，脚掌离地面越远，反而丧失了对地面的敏锐感。我们的足底神经本来会及时感知地面的细微起伏，帮助身体调节平衡和步态。但穿着厚厚的鞋底，就好比脚下踩了个大海绵，地面的反馈被削弱，脚掌很多小肌肉得不到刺激，平衡感也下降。久而久之，脚底的本体感觉对自身位置的感知会变迟钝，更容易踩空扭伤。另外，有些厚底鞋为了时尚外形，鞋底设计非常僵硬，缺乏弯曲。人的脚掌走路时需要有自然的弯折，从后跟着地到脚掌过渡，最后脚趾离地时足弓会绷紧弯曲。但如果鞋底太厚太硬，整个脚掌无法适当弯曲，就会迫使行走时用腿和膝盖去代偿发力，不正常的受力又可能回过头伤害足底或膝关节。还有些标榜气垫避震的鞋款，气垫虽软但支撑力不足，
踩下去脚跟深陷其中，反而导致脚步不稳，足部内在肌肉无需工作，反而更懒惰。医师发现，一些长期只穿超厚气垫跑鞋的人，赤脚站在地上反而足弓无力，脚跟外翻，这也是足部肌力被宠坏的表现。当然，我们不是说厚底运动鞋一无是处，好的运动鞋在避震与支撑间会有平衡，适度的弹性加上足弓支撑能保护双脚，减少长时间走跑的疲劳。重点在于不要过度依赖鞋子的避震帮助，忽略了足部肌群的锻炼。有些人每天穿着厚底气垫鞋，连在室内短距离走路都离不开，结果脚底肌肉几乎不工作，反而更弱。一旦哪天没穿到这么软的鞋，比如赤脚下床走几步，脚跟马上痛给你看。说到底，脚痛真正的解方不是垫越厚越好，而是让脚掌恢复该有的功能。正如一位医师所言，不要再以为换双新鞋变更厚就会好。如果鞋子把足弓完全宠坏，让它丢掉了本应有的工作能力，那才是真正让双脚变笨变脆弱的原因啊。看完上述种种，是不是对鞋柜里的几双鞋产生了警惕？别急着全丢，正确选鞋加规律锻炼，你照样可以偶尔穿上喜爱的鞋子闪亮登场，同时保持双脚强健不受伤。以下我们从两方面来谈，一是如何挑选和使用鞋子，二是日常简单的练脚招式，让足底筋膜炎不再找上你。选鞋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合脚、稳定、适度支撑。所谓合脚，就是鞋的长度和宽度都要适合你的脚型，不要过大或过小。鞋太紧，脚趾变形，血循不良自不必说。鞋太松，每走一步，脚在鞋中滑动，既容易磨出水泡，也增加足底不必要的摩擦拉扯。稳定则是指鞋跟要稳，鞋底不要过于扭曲柔软。有后跟束带或包覆的鞋会比拖鞋、凉鞋稳定，走路时不必担心鞋子掉，就不会用奇怪的姿势去夹紧鞋子。鞋底则不能像果冻一样软趴趴，拿起鞋子试弯一弯。如果鞋身毫无支撑力，一捏就扭曲，表示它对脚的保护也很有限。一般日常走路鞋，鞋底前段应该柔韧可弯折，对应脚趾离地的动作，但鞋底后半段要相对硬挺稳固，支撑足弓和脚跟。最后，适度支撑指的是鞋垫或鞋底形状要有足弓的弧度，不要完全平平一片。现在不少运动鞋、健走鞋以及某些拖鞋品牌，例如 Birkenstock、勃肯鞋等，都有人体工学足弓设计，他们的脚垫在足弓位置稍稍拱起，踩下去能贴合足弓曲线，提供一定支撑。对于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紧绷的人来说，是不错的辅助。特别是平时爱穿拖鞋的人，可以选择这种有足弓承托的拖鞋或凉鞋替代，一样透气轻便，却能减少对足底筋膜的刺激。当然，鞋垫拱起是辅助，不是要取代你的足弓功能，因此千万记住，即使穿了好鞋，也别忘记脱下鞋来活动你真正的双脚。谈到活动双脚，这才是杜绝足底筋膜炎反复发作的根本之道。强化足部肌力，恢复足弓弹性。我们的脚其实有两套发动机，一套是外在肌肉，位于小腿，通过肌腱连接脚掌，用于控制脚踝的大动作，如踮脚、脚尖上翘等。另一套是内在肌肉，藏在足底，专施维持足弓形状，协调足趾细微动作。很多人的足底问题其实都是内在肌力不足导致的。内在肌太弱，足弓就像缺乏支架的桥梁，一压就扁平塌陷，形成扁平足，足趾也缺乏控制，走路时没办法灵活抓地稳定身体，出现所谓浮趾现象，即脚趾头懒懒的悬空不用力。因此我们特别要针对足底的内在肌做训练，让足弓变得有力而有弹性。朱家宏医师提出了一系列简单又有效的强脚运动，每天抽空几分钟，就能逐步解封双足被现代生活封印的能力。以下几招记得每天都练一练，日子一久，你必定会发现脚部稳定度提升，走路也不容易足底痛了。脚趾抓地运动，这个动作可以唤醒因长期穿鞋而偷懒的脚趾肌群。方法很简单，脱掉鞋，赤脚站在地板上，想象自己要用脚趾去抓住地板，
先将脚趾头尽量张开，然后用力往下扣抓，让脚趾关节弯曲，脚心拱起，保持2秒再放松，重复这个抓地动作，每组做20下，休息后再做几组。一开始很多人可能连动都动不了，别气馁，慢慢练习，你的脚趾会变得更灵活有力。如果容易抽筋，可以坐在椅子上先练，必要时用手辅助将脚趾压弯，拉伸僵硬的肌腱。长期下来，你会发现脚趾真的开始会动了，走路时脚趾也会自然抓地，提供额外推进力和稳定性。缩足运动，短足训练，这是一项专门强化足弓内在肌的妙招，被许多复健科医师视为改善足底筋膜炎的核心训练，也就是坊间说的短足运动。具体做法，踩坐姿或站姿皆可，脚掌平放地面，然后试着不动脚跟和脚趾，用力缩短脚掌的长度，仿佛要用脚掌把地上的东西往自己脚跟方向勾过来一般。刚开始做会觉得脚底肌肉很陌生，不知道如何发力，别担心，可以借助一个小道具来辅助学习，比如在大拇指球、拇指根部下方压一枚硬币或一小片纸，通过脚趾抓拉把硬币从前方勾向脚跟。这样做时，你会感觉足弓明显升高，整只脚变短了。这就是缩足运动的要领。刚开始可能觉得像变魔术般困难，但熟能生巧，逐渐的你也能轻松做到，甚至秀给家人朋友看这个脚趾魔术。建议每次缩足保持2到5秒，反复做10下，休息一下，总共每天做个50下左右即可。别小看这个不起眼的动作，它能大大提升足弓的肌肉张力，预防和改善扁平足，减轻足底筋膜的负担。很多足底筋膜炎患者练习几周后，明显感到脚弓变挺，走路轻松了。足踝拉筋与脚踝内旋训练，这组动作主要针对因现代人久坐少动而紧绷的筋膜和后腿肌。第一个是拉伸小腿后侧的阿基里斯腱，并活动踝关节背屈角度。做法：坐在椅子上或地板上，一腿向前伸直，缓缓将脚板往上勾起，脚尖朝向自己，直到小腿肚觉得微微紧绷，保持5秒，然后放松。如此反复10下，双脚轮流。也可以站在楼梯边缘，用前脚掌站稳，脚跟慢慢往下沉垂，感受小腿后方被拉长，停5秒，再踮起脚跟放松。同样重复多次，这能有效舒展紧绷的筋膜和腱索，避免因为跟腱过短连累足底筋膜。第二个则是训练踝关节下方距下关节的内外翻能力。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距下关节，它主管脚掌的内旋外旋，在保持足弓和脚踝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现代人总是直线的向前走，这个关节很少被刻意运动，以致足部内在平衡能力不足。有些足底筋膜炎患者后跟会外翻，就是内在肌无力造成的。训练方法：坐姿下，将一只脚抬起离地，先慢慢将脚掌向内翻转，脚掌心朝向身体内侧，极限处保持5秒，然后转回正中。接着再将脚板向外翻转，脚掌心朝外侧，同样保持5秒连续内翻。外翻算1次循环，左右脚各做20次循环。如果觉得吃力，可用手轻轻帮助搬动脚板，或用弹力带绕在脚上增加阻力来加强锻炼效果。经常做这个动作，有助于改善扁平足倾向，增强脚踝稳定度。单脚站立平衡，这个动作既是测试也是训练。双手叉腰或放松垂放，抬起一脚离地，用单腿站立，尽量保持身体稳定，不摇晃。初学者可先睁眼练，进阶可尝试闭眼站。这项简单的单脚站，其实同时强化了足部、小肌肉、脚踝、膝盖，甚至臀部和核心，是全方位的下肢锻炼。一开始如果发现自己站不住，不到10秒就东倒西歪，那很可能是足部肌力和平衡感不足。别灰心，每天练上几分钟，随着脚掌内在肌越来越有力，单脚站稳的时间也会延长。很多医师建议将单脚站融入日常，例如刷牙时就可以顺便单脚站一下，左右脚轮流，每天累计站个3到5分钟。长期下来，足弓肌群和踝关节平衡能力明显提升，走路跑步都更稳健，也就不易再出现足底疼痛了。以上这些运动贵在天天坚持，
或许刚开始做会酸痛、抽筋，仿佛沉睡多年的脚部肌肉在抗议。但正如登山初期腿会酸，训练一阵子就好了。只要持之以恒，不出几周，你就会感受到变化。早上起床踩地不那么痛了，走远路脚也不容易累了，甚至连膝盖腰背的不适都减轻了。别忘了，双脚是身体的基石，足弓稳了，整个下肢立线就稳，走路跑步的冲击也不会无谓的伤到膝关节和腰椎。我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双脚健康与否决定了你能走多远走多久。足底筋膜炎等足部问题绝非老年人的专利，而是现代生活方式下的通病。但好消息是，只要我们愿意重视双足，调整习惯，就能极大降低这些问题发生。记住，选对鞋，勤练脚，避免长时间单一姿势，是预防足底筋膜炎的不二法门。当然，如果已经痛得厉害，初期可以采取冰敷等方式减缓炎症。每次用毛巾包裹冰袋敷在脚跟10分钟，一天数次。夜间休息时也可用足部伸展板辅助拉伸筋膜，但这些都只能解燃眉之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上述的肌力训练与鞋类管理，才能杜绝疼痛反复发作。有人说，人类的双脚是第二颗心脏，又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名言，行走是最好的药物。可见从古至今，人们都深知保持足部的活力对全身健康的重要性。别再让不对的鞋子继续戕害你的双脚了。从今天开始，给你的脚一点关注和锻炼吧。脱下鞋子，让脚趾动一动，弯一弯，学会正确站姿走姿，选择适合自己的鞋款。每天花上几分钟练习我们教的这一招，不管是缩足运动也好，抓毛巾也好，贵在天天坚持。日复一日，你的足弓会变得更强韧，步态更稳健。那些困扰已久的脚跟痛将逐渐远离，到那时你就真正体会到双脚发力、自信迈步的美好了。让我们一起摆脱被鞋子害了的命运，找回与生俱来的强健双足，踏出无痛自在的人生每一步。